当这匹巨大的马跳到主人的棺材上参加葬礼时，亲属们感到尴尬，立刻想把它带走。但当棺材盖破裂时，所有人终于知道了关于他的事故的真相。斯蒂芬妮的兄弟们走进家族农场的大空地，身后是穿着黑衣和愁容满面的朋友和家人，他们来纪念他的记忆。每个家庭成员都为他说了几句话，希望每个人都记得他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他们仍然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无法相信这位曾经充满活力的女人就这样离开了。在致敬之后，他最好的朋友站起来说了几句自己的话。米兰达从高中起就认识斯蒂芬妮，两人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一起做任何事情。当斯蒂芬妮从马上摔下来时，他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之一，并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此刻。斯蒂芬妮的家人感激米兰达一直在那里，他们没有及时赶到医院支持他们的女儿，但至少感激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在他最后一刻握着他的手。当米兰达说完最后的话时，亲属们感到地面在震动，马蹄声穿过了庄严肃穆的仪式的寂静。有人在教堂外面喊道：“你们必须制止他，请不要让他过来。”斯蒂芬妮的母亲大声呼喊，转向他儿子的眼睛，哀求他们做点什么，但是没有办法制止这匹不安分的马莱恩。自从主人去世以来，就一直很不安。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他变得越来越焦虑。家人在葬礼前的2天将他锁在马厩里，希望仪式能够平静地进行，没有任何干扰。但当马厩的工人去喂食时，莱恩看到了逃跑的机会，立刻冲了出去，径直跑向了葬礼。当他离棺材只有几米远时，莱恩停了下来，开始慢慢靠近。棺材盖还是关着的，因为家人已经准备好将其降入地下。当他出现时，斯蒂芬妮的母亲仍然很焦虑，希望他的儿子们立即把马带走。现在他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斯蒂芬妮的兄弟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知道这匹马对斯蒂芬妮意味着多少，莱恩又是多么爱他们的妹妹。斯蒂芬妮给了他第2次生命的机会，而莱恩则向斯蒂芬妮展示了只有一只充满爱意的动物才能给予的无条件的爱和忠诚。如果他想道别，他们就让他这么做，即使没有人告诉他。莱恩似乎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谁，他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在棺材周围闻着，然后深情地把头靠在上面，难免感受到他的情感。他对主人的无条件爱让亲属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当亲属们评论这感人的时刻时，莱恩突然抬起头，站了起来，他凝视着棺材，突然开始用蹄子敲击棺材盖。这正是他们担心会发生的事情。所有试图阻止他的准备都失败了。他继续敲击棺材，导致棺材盖轻轻地向一边移动，显露出里面的人。最终，这匹马平静下来，温柔地再次把头放在主人身上。当斯蒂芬妮的兄弟们要求他退后时，莱恩服从了，但仍然站在棺材附近。斯蒂芬妮的兄弟克里斯继续把盖子放回原处，但他听到一个声音时，他的眼睛惊恐地睁大了。这是他以为永远不会再听到的声音。他往棺材里面看，但他所看到的只是他妹妹的睡脸。他的眼睛闭着，嘴巴闭着，他一定是幻想了，他想，然后慢慢转向马，命令他退后。但是莱恩把一条强壮的腿放在棺材盖上，阻止他完全关闭它。在场的某人对马展示的无条件爱流下了眼泪，甚至牧师也情绪激动，有些不愿意让马离开教堂的院子。毕竟每个人都知道莱恩和斯蒂芬妮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关系，是他的家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有时候
他们感觉彼此能够理解对方，能够不言而喻。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斯蒂芬妮就对动物有着强烈的亲近感。他在家族农场长大，这无疑帮助培养了他对不同种类生物的兴趣。但马一直在他的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为了满足他们唯一的女儿，斯蒂芬妮的父母在他被一所名牌学院录取时，给他买了一匹马，还支付了让他跟随他上学的费用。但在他毕业之前，这匹马被卖了，因为当时他们支付不起养马的费用。这匹马的失去让斯蒂芬妮感到痛苦，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这是他难以忘记的痛苦。毕业时，他恳求父母给他买另一匹马，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的父母希望他探索除马以外的其他兴趣，并且不打算再让他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但如果那是他想要的，那么他就必须自己努力去实现，并且自己购买下一匹马。根据马的血统和表现，购买一匹新马可能会相当昂贵。他的父母希望把负担放在他的肩上，足以阻止他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令他们失望的是，斯蒂芬妮只把这看作是一种挑战。他找了专业的训练师工作，并且周末花时间在马厩照顾马匹。他还扮演作家的角色以维持生计，渴望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他会抓住一切机会骑马，每一分钟与马在一起都会加强他的信念。他真的想做的就是这个，但他不能欺骗自己。作为一个刚开始独立生活的20多岁年轻人，没有父母的帮助，斯蒂芬妮很难维持生计。他所剩的任何钱都被留在一边，唯一的目标就是买一匹马。他最好的朋友米兰达站在他父母那边，认为斯蒂芬妮正在做的事情很愚蠢。如果他真的买了一匹马，他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开销，而他没有财力来维持。米兰达经常鼓励他的朋友放下梦想，接受一个能够支持他的普通工作，但是斯蒂芬妮固执而坚定，决心坚持到底。大学毕业4年后，一个朋友给斯蒂芬妮打来了一个他从未料到的提议。他在一家马术俱乐部工作，那家俱乐部急于出售他们的一匹马，他的名字叫莱恩。尽管他被买来并训练参加比赛，但由于受伤，他从未有机会参加比赛，这使得他不受俱乐部欢迎。他想在俱乐部开始收到其他报价之前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如果他能提出一个报价，他会为他打好一份好的工作。当时斯蒂芬妮只存了$3000。他接到电话时并不确定这不足以购买这匹马，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坐在电话旁等待了几天，虽然他几乎可以确定他永远不会再听到朋友的消息。莱恩是一匹赛马，尽管他从未参加过比赛，斯蒂芬妮意识到会有更好的报价比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蒂芬妮逐渐放弃了这个想法。当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时，他的心胀满了希望。当他听到朋友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时，他知道自己的提议被选中了。莱恩现在属于他了，他随时可以去接他。然而，当莱恩被带到他面前时，斯蒂芬妮意识到为什么俱乐部急于出售他。自从听说他是一匹赛马以来，斯蒂芬妮一直希望能继续他的训练，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参加赛马比赛。但是他收到的马却没有比赛的条件。莱恩又胖又不上进，完全满足于懒散的生活。由于他的伤势，斯蒂芬妮无法骑他，只能等到他好转。花了2年的关注和照顾，莱恩才完全从伤势中恢复过来。但是当他康复时，斯蒂芬妮已经准备好让他开始工作了。在业余时间和周末，
他让莱恩接受他在跟随经验丰富的训练师学习的训练。一开始，莱恩感到困惑，压力重重，经常拒绝参与训练。只有斯蒂芬妮每次训练结束时给他的奖励，才能诱使他加入。斯蒂芬妮知道他不愿意比赛，很可能是来自他之前训练师的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有成为特别的东西的潜力。他想要探索这个潜力。随着脂肪的融化，斯蒂芬妮惊叹于莱恩体内隐藏的运动员身材。莱恩又高又大，比他以前接触的任何马都更有威严。他的父母对斯蒂芬妮挑选了这样一匹马感到惊讶，并对他表示赞赏。但米兰达经常表达对斯蒂芬妮所选择道路的怀疑，这让他感到沮丧。然而，斯蒂芬妮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轻易放弃。而且，他和莱恩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的活泼个性就越多地展现出来。当他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围着他嗅来嗅去。随着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处越来越舒适，作为一个团队的表现也得到了提高。他把莱恩看作是自己的延伸，而这匹马也完全信任他的引导。他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甚至在他还没说完指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大多数见过莱恩刚来时的人都被这匹马的变化和他的竞争性质所震惊。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斯蒂芬妮和莱恩参加了一场赛马比赛。虽然只是一个小型比赛，但比赛的结果将展示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枪声响起时，莱恩立刻行动起来，比斯蒂芬妮预料的还要快，但他对每一个提示都做出了反应，轻松地穿过障碍。直到比赛结束，他们以第5名的成绩完赛，令他们欣喜不已。他们的成功激励了斯蒂芬妮参加更多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提高了水平，在他们的镇上赢得了最有前途的一队的声誉。莱恩仍然喜欢懒散，这使得他变得不可预测，但他继续在每一场比赛中赢得奖牌。赛马也成了斯蒂芬妮的有力职业，因为他能够支付照顾莱恩所需的一切，并为他提供最好的资源。当他听说他们所在地区即将举办的全面改造赛马比赛时，斯蒂芬妮报名参加了比赛。他们来到了比赛现场准备参赛，唯一关注他们的人是米兰达，他来为他们加油，并递给斯蒂芬妮他忘在家里的水瓶。斯蒂芬妮喝了几口水，把瓶子递给了米兰达，然后走向了起跑线。当铃声响起时，莱恩紧张而焦虑，但比赛开始时，他表现得流畅自如，跳过障碍，受到了激动的观众的欢呼。然而，斯蒂芬妮却很难控制这匹马，他感到头晕目眩，视线开始模糊。他试图坚持住，但就在莱恩完成比赛时，斯蒂芬妮放开缰绳，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米兰达是第一个冲上前去的人，立刻摇晃着他的朋友，祈求他醒来。现场的医生走上前，检查了斯蒂芬妮的脉搏是否有生命迹象，但没有发现。他也停止了呼吸，完全没有动弹。救护车到达时，斯蒂芬妮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他身边唯一的人还是米兰达。他恳求他最好的朋友醒来，但当他们到达医院时，斯蒂芬妮被确认去世。医生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些处方药物，并将其视为药物过量。斯蒂芬妮的遗体被送回给他的父母，让他们道别。现在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斯蒂芬妮身上，他们美丽的女儿和妹妹离开了这个世界太早。他们试图劝莱恩离开他的身边，但他只是嗡嗡作响，这声音足以引起斯蒂芬妮奇怪的反应。他的眼睑抽动，克里斯发誓他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似乎在说不要，
但是他到底在说什么？或者他的心在耍花招？他召唤他的兄弟，他们一起再次检查他的脸，但斯蒂芬妮没有动弹，他已经离开了。他们需要放手，但当他们试图再次关闭棺材时，他们惊恐地看到他们妹妹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不要把我关在这里，他轻声说道。他的兄弟的膝盖弯曲了，他们倒在地上。当他们听到妹妹说话时，她太虚弱了，无法独自站立，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从棺材里出来。这匹马一直在他身边，准备支持他。如果需要的话，斯蒂芬妮立即被带回医院，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家人愤怒地要求知道为什么他被宣布去世。结果发现，当时接待斯蒂芬妮的医生在没有检查患者的情况下签发了离世证明。他只是听了最初检查斯蒂芬妮的医生的话。当他摔倒时，即使他承认自己没有工具来确定他的诊断是否正确，斯蒂芬妮的家人也感到愤怒。如果他的马没有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并向所有人展示了真相，他们可能永远失去了女儿。如果他们对此错了，那么他们对斯蒂芬妮所谓去世原因的错误可能性又有多大？又进行了另一次检查，这一次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东西。报告发现了致命剂量的异丙基肼，这是一种常用于非处方眼药水中的主要成分，那个剂量足以结束他的生命，而他还活着，真是个奇迹。调查被展开，在此过程中，警方得知，在斯蒂芬妮倒下之前，米兰达是最后一个与他互动的人。当他们到达他家时，米兰达正准备离开，而他手上拿着斯蒂芬妮的水瓶。米兰达被拘留，并发现瓶子里含有致命药物的痕迹。这一发现将他置于嫌疑人名单的顶端。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警方还发现，米兰达在斯蒂芬妮倒下比赛期间收到了几张大额支票，这些转账被联系在一起，立即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斯蒂芬妮下令的，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鞍上准备比赛了。米兰达被拘留并被审讯了几个小时，他一再否认想要伤害斯蒂芬妮的意图。但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几条私人信息，他在其中表达了对他朋友以及他在做他喜欢的事情时表现出色的能力的强烈憎恨。他的搜索历史还显示，他曾搜索过毒药，并成功使用了其中一种。当他面对真相时，他崩溃了，并最终承认了罪行。他一生都对斯蒂芬妮心生嫉妒，他也一直热爱马，但从未有机会买一匹属于自己的马。而斯蒂芬妮却在专业训练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马术。他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从未有机会尝试赛马。他曾希望斯蒂芬妮也会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安慰。但当他的朋友开始赢得比赛时，他的嫉妒变成了仇恨。他想要摆脱斯蒂芬妮，并成为罗伊的主人。于是他利用了朋友的手机，将大笔资金转入自己的账户。在米兰达被判终身监禁且无法假释后，斯蒂芬妮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在仍在医院康复时就被告知了发生的事情。无法相信一个像姐妹般亲密的人竟然能对他做出那样的事情。斯蒂芬妮将余下的精力专注于康复。几个月后，他又恢复了健康。他决定退出赛马，但在这个领域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一大批想要让他训练马匹的客户。虽然他现在过着自己一直向往的生活，但斯蒂芬妮从未忘记享受与莱恩这个拯救他生命的动物独处的时刻。听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你会购买一匹退役赛马吗？你认为斯蒂芬妮准备再次参加比赛是正确的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